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，理发师问你想剪成什么样，你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是小月，在杭州开一家小小的甜品店。今天我不做蛋糕，我要去剪头发。我一边剪，一边跟你说说中国的理发店是什么样的。我的头发已经3个多月没剪了。前几天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，我一看，头发都快长到腰了，看起来有点没精神。夏天又这么热，我终于决定剪。理发店就在我家楼下，走路只要5分钟。我推开门，里面很凉快，音乐开得不大不小。前台的姑娘问我：“您好，有预约吗？”我说没有。她看了一眼本子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您稍等10分钟。”我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，一边喝水，一边看别人剪头发。我一边等，一边看墙上的价目表。剪头发68，洗剪吹88，烫头发要300多。中国的理发店一般都会把价格写在墙上，进门以前先看一眼，心里就有数了。10分钟以后，先去洗头，躺在洗头的椅子上，热水从头上流下来。师傅问我水温可以吗？我说刚刚好。其实那几分钟太舒服了，我差一点就睡着了。在中国洗头，一般还会给你按呀。师傅用手指按我的头，又按了按我的肩膀，不轻不重。我平时坐着做蛋糕，肩膀总是很硬，被这么按了几分钟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洗完头，我坐到镜子前面，理发师是一位姓李的师傅，他先把围布给我围上，然后问了那个最难的问题：您今天想剪成什么样？说真的，这个问题每次都能问住我。我想说的不是随便2个字，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想了半天，只说出来3个字：短一点。李师傅笑了笑，问：短一点是多短呢？我用手在肩膀上比了比，说：大概到这里。可是我看得出来，他还是不太清楚。后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我把手机拿出来，找到一张照片给他看。我想剪成这样的。李师傅看了一眼，马上说：明白了。有一张照片，比说100句话都有用。开始剪了。中国的理发师一边剪，一边喜欢跟你聊天。
李师傅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，我说我开甜品店。他一听就说：“那你一定很会做蛋糕吧？”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。他说他在这条街上做了6年，认识附近的很多人。我发现，理发店其实是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。剪到一半，他问我：“您要不要办一张卡？”办了卡以后，每次剪头发都能便宜20块。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理发店几乎每次都会遇到。我不想办，可是也不想让人不高兴，所以我笑着说：“我再想想吧，谢谢您。”这句话很好用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能客客气气地拒绝别人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地上已经掉了一小堆头发，看着自己的头发一点一点变短，我心里又开心又有一点紧张。开心的是马上就凉快了，紧张的是还不知道剪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剪完以后要吹头发，吹风机的声音很大，李师傅说话我基本上听不清，只能点头。碎头发掉在围布上，脖子上痒痒的，我一直想动，可是又不敢动。他把我的头发吹干，又用手把两边弄好。镜子里的我慢慢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。说实话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心里有点后悔，因为比我想的短了不少。可是又看了一会儿，我发现其实挺好看的，人也精神多了。原来有的时候，我们只是不习惯新的自己，并不是它不好看。一共88块，我扫码付了钱，李师傅把我送到门口，说下次来找我。走出理发店，风一吹到脖子上，凉凉的，特别舒服。头发短了，我连走路都觉得轻了一点。最后教你3句在理发店最有用的话。第一句，我想剪成这样，然后把照片给他看。第二句，稍微短一点就行，别说随便。第三句，如果不想办卡，就笑着说：“我再想想。”好了，我要回店里做蛋糕了。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去剪头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